大家好，我是 Peace and Yummy 的绿菊，在这边呢，绿菊很感谢我们的河粉们的支持。然后我影片呢也才不多只有2支哦，大家都很热烈哦，在我们的留言上面说要点菜。然后有2位这个粉友呢，一位叫黄生玉黄先生有提到说他想要学习一些汤品，那另外一个是 Alicia 妈妈，希望我们在节目里头呢能够教一些不辣的菜。今天绿菊呢就为我们这2位河粉呢挑选一道菜叫农家一锅炖，它是属于一个汤品。另外呢，它也不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操作我们今天这一道香醇好喝又不辣的农家一锅炖。接下来呢，绿菊就要来操作我们今天的农家一锅炖。今天我们的主角呢，就是我们的炸响铃卷，然后它是我们这次这一道产品的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好，那我们食材的处理有一个小诀窍哦，我们的河粉们注意听，从干净无水的、没有味道的先处理。好，红萝卜的部分呢，我们就直接就是把它切成块。好，那就是这些部分呢，没有需要的，我们就把它切掉。今天如果你跟绿菊一样买的是有机的食材的话呢，红萝卜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不用削皮。然后全食物的概念呢，它是比较营养的，大概适量就好了哈。然后另外呢，今天的这个提味呢，就是我用的是紫姜，因为刚好是夏天。那在冬天呢，我们可以用老姜跟嫩姜。这个呢，我们今天就这个就切丝。我特别对嫩姜我特别的喜爱哦。我觉得它口感真的非常棒，不管你要腌制啦，或是这样吃，都非常好的。OK， 好，这样都已经切完了，从没有味道的开始处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香菇。好，那香菇大家都怎么浸泡？我分享一个小诀窍。我们香菇不管你是大朵或是小朵，刚好水盖过它，我们把它码一下，抓一下。不要水太多，让它含着。所谓含着，就是让它充分吸收以后呢，让这个味道呢全部都锁在里面。那我用的是台湾的椴木香菇，它会比较香一些。一样的呢，我们是提香用所以提香用我们就是切丝。如果你今天想要吃到它的口感呢，我们就怎么样？就剖片。好，这个就是把它切丝切开来。OK， 好啊。如果今天呢，你是想要吃到它的这个整个口感的话，我们就是剖片。好，小心哦，刀子很利。好，剖片就是这样剖。好，按压它。那如果说有的朋友说我不喜欢香菇的味道，我们可以用什么菇呢？用杏鲍菇。但是杏鲍菇呢，你就要有一个动作，在这边顺便跟大家说的就是，你一定要干锅煸香。好，而后呢会有很多的所谓的菇类的料理我在这边跟大家一点一滴的分享它的一些烹饪的技巧。OK， 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食材呢，就是这个番茄了哈。番茄呢，基本上我是不去皮，比较能够保留它完整性哈。然后你要去皮也可以，也是可以的啊。好，就看这个量。然后我们就是切大块就好，切大块就好，就这样子切。我就切大块，因为它这个道菜是要炖煮的，所以你千万不能切太小。你切太小的话，等一下它到汤汤水水，到这个我们的高汤里头，它会完全都看不见。然后如果没有像台湾有那个欧吉亚有没有那种台湾的那种原生种的那种很棒？为什么？我也蛮喜欢，因为它酸度会比较够。那另外还有一个小番茄，就是那个所谓的 cherry， 就是所谓的处女番茄，然后它的是甜度会比较高。然后今天我所使用的呢是我们的一般市售的牛番茄，看什么季节有什么番茄都可以用的。所以今天这道菜这个番茄呢，我们不会给它炖得很糊烂哦，它不是属于很糊烂的。如果大家想要学一些番茄料理，比方说怎么做番茄酱啊之类的你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上面留言哦。绿菊有一个素食的全素食的这个番茄酱，还蛮值得期待跟我们河粉们来分享，自己在家做番茄酱。这个叫做娃娃菜。那娃娃菜的部分呢，我们不要剥，我会怎么样来处理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我会。就这样子，就这样就好了，火开来，
像冬天我有那个十字花科的菜，尤其是百叶菜。如果在家这个一锅炖，最好吃的是用什么菜？用冬天的那种大白菜是最有风味的。现在呢，我们所有的食材呢都已经处理完毕了哈。然后画面上呢，你们会看到这个是青花椰菜，因为最主要呢我是要配色要用，所以我不下去炖煮，就是等到最后我们起锅的时候下去做一个装饰，然后会跟着我们酱汁一直吃。如果你没关系，你想说口感糊烂没关系，也可以下去炖煮。所以我这个是有穿烫过后，用盐开水穿烫过后呢，再放到冷开水里头去把它速冻，就是让它锁色。这最后呢我们会放下去。那今天的食材呢我们就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整个调理的过程。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开始料理我们今天这个农家一锅炖哦。先把食材爆香，我们先把姜放下去。OK， 你看哦，Rich都没有放油，你们觉得奇怪为什么不放油？我们要先用这种干锅的方式，把里头的这个姜的辣度呢，把它炒出来，煸香以后呢，我们再来放油，所以会跟你以往在做料理爆香呢这个思维有点不太一样。大家可以试试看，真的干锅爆香，姜再来处理会更香更好吃哦。大家可以试试看。画面上它已经冒烟了哈，这时候呢。我全程哦，大家注意看哦，看这个是家庭都是小小的火，这时候再来放油，然后这个是属于高燃点的橄榄油。橄榄油有分凉拌跟中高温的，好，我们这一款呢，它是属于可以中高温的，就是比较符合我们东方人的料理。OK， 姜的味道呢爆出来，接下来呢就是香菇。我们做素菜啊。的料理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食材要依序的爆香来，这个食材出来味道出来，再下一个，我们做出来的菜它的口感，尤其是风味就会有层次。炒完了，我闻到这个香菇的香气，接下来就是下我们的这个红萝卜。做菜是一个很优雅的哦，而不需要搞得哇。家里头都是油烟，那这样谁敢做菜，对不对？红萝卜，它味道也出来，又有椒的香味。再来就是我们的番茄，好，这时候可以开大火，炒到我们锅里头茄红素已经出来了，那表示呢，番茄呢它已经释放的差不多，我们要放少许的盐 ，OK， 少许的盐啊。少许的盐就好。番茄它本身就含钠，所以不需要放太多。好，最主要是要让它把这个水分的释放出来，就来把我们的这个泡软的炸响铃卷。炸响铃卷它是属于油制品，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就是用少许的这个水把它软化成这样柔软度哈。你看哈，来让大家看，它非常有弹性。非常有弹性，而且它非常的厚实有口感。我们的响铃就可以放下去了。OK， 好，接下来开始来做一个调味。刚刚那个盐巴不算调味哈，我们用到的是我们这是商城的菇王，它有两个，一个是酱油，然后一个是这个所谓的素蚝油。今天我又会用到的是他们的素蚝油。其实你看它的素蚝油其实不会很浓稠，还蛮不错的。好，就这样加一点。接下来放水，开大火。炖菜嘛，一定最少也要盖过它。好。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你不是有准备了这个娃娃菜吗？为什么不放？就看你喜欢吃软烂的，这个时候一起炖煮放下去；你喜欢吃有口感的，等到我们食材大概有7、8分熟再放下一起炖煮。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盖上盖子 ，OK， 准备来炖喽。我们这个农家一锅炖，然后大概30分钟以后呢，我们再回来。然后经过大概30分钟的熬煮，哈，香气腾腾。这个锅子很不错，它保水度很好。好，这时候呢，我把我们刚才对切的这个娃娃菜就铺在上面就好了，不要去戳它。哦，就这样把它铺上去。它
它其实这个也算是炖菜，也是一道汤品。好 ，OK， 好，那我们就继续盖子盖上。好，大概是20分钟以后呢，我们再回来。经过20分钟的这个炖煮哈，这个口感呢，你要炖多久就看你们家人的喜好度哈。我刚刚讲过，我们家人都不太喜欢吃太糊烂，盐巴还不太够，然后放一点少许的盐。提醒大家还是不要吃太咸哈，我们的现代的饮食观。好，接下来呢，我最后呢要撒上一点这个胡椒粉。喜欢吃辣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全部放上去好了，可以在前面的时候炒辣椒，然后呢再来就是摆我们的这个花椰菜，均匀摆上，好 ，OK， 就这样就好了。另外呢，我们的香菜的部分是最后的提香。你也觉得说，Rich 为什么呢？你不切？好，那我们就是来。就这样摆上去，基本上这个菜已经好咯。你看画面上是不是很诱人？什么颜色都有，红色、白色、黑色、绿色，绿、红、黄、白、黑全部到齐。OK， 最后我们的芝麻香油，哇哦，温暖的汤品。所以那个我们的粉友，黄胜玉先生跟Alicia 妈妈，我帮你准备好了农家一锅炖汤品。不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Rich所使用的食材呢，都在我们的 PY 商城，点上链接就可以购买得到，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盛盘喽。试吃时间了，今天农家一锅炖一样有我们9万边来试吃，来，你先看你要先喝汤还是先吃料？好，对，内行的炖菜就确实是要先吃喝汤。然后替我们的这个河粉们尝味道，然后说一下你的感想。很鲜甜呢，很鲜甜，对，它是用炖的，就是炖煮的方式，口感怎么样？帮我们的河粉回答一下。它更有咬劲，他们吃不到，但是我相信那种 Q 弹的感觉，还是要透过这个画面来替你们解说。来，你看它还很完整，有弹性，那表示说呢，它的这个黄豆的浓度很高，而且用的是非常好的黄豆，所以外面有些这个腐竹跟大家做一个小性的分享。如果你今天买来打开来，有闻到那个类似那种硫化物，第一个那个就是有熏过，不要买。第二个看颜色，它的颜色如果偏比较黄，那种的也不要买。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商城进的这个炸响铃呢，就是我们这个本家生机的这个产品是非常的安全的。如果说喜欢我们今天这一道农家锅炖，我们这些所有的产品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里头，别忘了按订阅、赞跟转分享。没有啊。对了，别忘了 PY 素食商城哦，下面会有连结，就是它的炸响铃卷的连结。所以你连结上去了，那看了我们影片再购买我们的食材的话，很轻松，就可以把我们的农家锅炖带到你们家的这个厨房里头。对，就直接 Google 搜寻 PY 素食商城就可以啦。对，如果各位河粉们想要吃什么、学习什么、料理什么，或知道一些有关于素食的讯息，也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方来做留言哦。下回我们 PY 有怎么样精彩的素食会呈现给大家呢？我们一起期待。我们下回见了，拜拜。